女人被一只猎狗围攻，情急之下的她拿着铁锹驱赶，而猎人却误以为小美要伤害狗子，愤怒的拿着枪对准两人，并且叫小帅走到一边。小帅想要解释，却被猎人鸣枪警告。小美急忙说小帅的脚下有颗地雷，只要轻微挪动就会爆炸。猎人将信将疑的走上前一看，果然有颗地雷。他一脸坏笑，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的地中海。小美请求猎人帮自己挖坑，她说自己一个人挖了很久。猎人得知他们没有其他同伴，而唯一的男人又踩到了地雷不敢动时，他更兴奋了，爽快地答应了小美的请求。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开挖，而是捡起一块石头朝小帅扔了过去。面对小美的指责，猎人一边解释一边抓住他的手，说自己是为了测试他是不是真的踩到了地雷，因为他经常在附近打猎，从来没听说这里有地雷。他很好奇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如果不说的话，他就不帮这个忙。小美迫于无奈说出了实情，说他们两个给自己的男友戴了绿帽子，所以被男友报复了。知道真相的猎人直言小美就是个破鞋，说帮忙可以，但是需要一点奖励。小美说要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，而猎人却在她的包里翻了起来，拿着她的内衣说就要这个。面对猎人的无理要求，小美答应了，但她却提出更过分的要求，她要原味的。说完就开始对小美动手动脚。小帅一看急了，立即把身上的银行卡和现金都拿给了猎人。谁知猎人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然后再次走向小美。没办法的小美只好走进帐篷脱掉胖子，但猎人却要求她就在这里。小美虽然很无奈，但也只能照做。拿到东西的猎人心满意足，他拿着铁锹就开始挖坑，但他根本就不卖力，一边挖坑一边用言语刺激两人。这时猎人包里的对讲机响了，是他的朋友在呼叫他，而小美想要用猎人的对讲机报警，但猎人说什么都不同意。他说要用也可以，必须要做出牺牲，然后就把小美的内衣丢了出去，让她像狗一样捡回来。小美直接走过去捡了回来，但猎人不同意，要她爬着过去用嘴叼回来。猎人接着把内衣丢了出去，小美也按着他的要求捡了回来。猎人也信守承诺，把对讲机拿给了小美，但对面的人根本就听不懂英文，没办法的小美只好叫猎人帮忙翻译。可猎人再次提出过分的要求，说自己每翻译一句，小美就必须脱掉身上的一件衣服。他知道这是唯一救出小帅的办法，于是再次答应了猎人的无理要求。然而猎人却故意翻译一些无关紧要的话，衣服快脱光了都没有进入正题。小美这才反应过来猎人是个变态，他根本就是在戏耍自己。而猎人也失去了耐心，他拿着猎枪指着小美，要她把剩下的衣服全部脱掉。小帅见状立即用语言刺激猎人，吸引他的注意。小美则趁机往山下逃跑，猎人也紧随其后追了下去。而小帅捡起了地上的铁链，成功把一旁的猎枪拿到了手上。没过多久，猎人就把小美带了回来。可他面对拿枪的小帅根本就不慌，因为他手上有人质。他把小美强行带到了石头后面。